起早积极营业，摸黑酷酷干饭。大熊猫灵岩的一天到底能有多忙？早上6点，场地内还是一片漆黑，大胖岩就已经起床准备营业了。只见他一屁股坐在转锅里，自娱自乐。要是来个 KTV 五颜六色的灯球就更有意思了。由于胖岩的坦克车和迈巴赫被奶爸无情收走，因此灵岩只能搭乘公交车去上班。放眼整个熊猫界，混得最惨的馆长恐怕也只有他了吧。等到上班时间，游客陆陆续续来到玻璃窗前，灵岩熊熊燃烧的整活之魂再也按耐不住。或许是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该辞旧迎新了，胖岩立马给姨们表演了个舞狮。听着周围游客们的惊呼声，显眼包胖岩整活愈发卖力，简直可以用熊巅峰形容。端水大师胖岩一系列操作令人眼花缭乱，主打绝不让任何一个玩具被打入冷宫，不愧是熊猫界第一整活高手。原本灵岩想趁表演热度卖货赚钱，谁曾想前几天生意太火爆，库存已经卖光了。于是灵岩赶紧骑上小摩托去进货，大喊姨们等俺一会，俺胖岩去就来。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那一头不回头看。灵岩进货回来，立马为姨们献上最新款产品，表示今天全场半价，俺胖岩诚心回馈粉丝。经过一番卖力推销，灵岩赚了个盆满钵满。至此，动物园离上市的目标又近了一小步。不过灵岩洗澡时也会为粉丝献歌一曲，表示本少爷也是个文艺小熊好发。只见胖岩用手打着节拍，自认为唱得无比动听，但实则声音如拖拉机一般轰鸣。这自我陶醉的小模样实在让人忍俊不禁。或许是听到有网友吐槽自己是破锣嗓子，胖岩表示大丈夫能屈能伸，唱歌不行就钻研写歌。最终胖岩信心满满的在游客面前露了一手，给你们打个节拍。不得不说，显眼包灵岩节奏感还挺强。就这样疯狂营业一整天后，打工熊灵岩才有时间填饱肚子。但为了省钱，他摸黑吃着麦麦剩下的竹笋，而好兄弟早已趴在木架上去梦里会周公了。不禁感叹，每个摸黑干饭的灵岩背后，都有一个呼呼大睡的麦麦。如此活泼热情的大胖岩，网友们爱了吗？笑不活了，家人们！被称为熊猫界的高矮胖瘦姐弟，今年又留级了。没错，他们就是1米8的瘦黄瓜荷叶和1米2的矮冬瓜花花。不得不感叹，有卧龙的地方果然会有凤雏。两小只又可以在幼儿园相亲相爱了。先前就有消息传花叶姐弟今年又留级了，而这次的原因依旧是姐弟俩一个体重不达标，一个身高不达标。要说花花留级，网友们是一点都不意外，毕竟女明星从小就短胖炸毛没脖子，不仅身材是等比例放大的三角饭团，甚至3年才长了个肚脐眼。虽然有谭爷爷整天给宝贝孙女偷偷开小灶，努力补充营养，想让女明星长出大长腿，可花花的腰肥了一圈又一圈，愣是不长个，跑起路来活像煤气罐罐在地上孤勇。或许在花宝鸡看来，横向发展也是种优势吧。以前猫粉对花花的爱称都是花宝鸡、狐狸花、公主花等可爱的，如今都变成了猪八花、地缸花。尤其姐弟俩站在一起，更凸显花花矮胖的。然而别看荷叶身材修长，有1米8的大高个，可他浑身上下一丁点多余的肥肉都没有。用两脚瘦的话来说，就是瘦竹竿身材。但荷叶之所以这么瘦，是因为挑食，不爱吃竹子。每次吃完竹笋，他都会对着一旁的竹子陷入沉思。我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熊猫要吃这种东西。随后荷叶换了个离竹子远点的地方，继续美滋滋炫笋。可吃着吃着，却突然闻到一股难以言说的味道。荷叶扭头仔细辨别，发现是竹子散发的臭味，于是果断丢弃手里的笋，直接打包到王座上吃。可以看出瓜迪迪到底有多嫌弃竹子，甚至园方为了让荷叶吃几口，还特地换了好几个品种的竹子。但或许是想继续留在幼年班照顾姐姐，荷叶的体重一直没有达标。自从韭菜花叶中的润月和艾灸升学后，荷叶就肩负起独自保护姐姐的重担。就算是花花奶瘾犯了来打扰自己睡觉，小叶子也不会生气，乖乖躺在木架上。难怪荷叶小年纪就已经有2年的待宰经验，并且当花花被无良游客砸小狮子后，荷叶立马化身骑士，警惕地守护在姐姐身边。两小只的感情依旧令人倍感温馨。不过除了姐弟俩开心外，谭爷爷心里估计也乐开了花，捧在掌心的熊孩子终于可以继续照顾下去了。比西直门三太子萌兰还社牛的社交悍匪离堆到底是什么宝藏小熊？眼前这只正在仰泳的大熊猫，正是都江堰形象代言熊小堆堆，母亲是八里台大姑奶奶哥哥，姐姐是金虎的心上熊妙音。这小子和整活高手灵岩一样，都特别喜欢小朋友和美女。这天可爱的小朋友来跟离堆打招呼，原本悠闲躺在地上休息的堆堆立马来了精神。只见离堆麻溜起身跑到玻璃窗另一头，小朋友也紧跟在他身后赛跑。这样一来一回，简直是大型遛娃现场。不得不说，离堆是懂如何哄孩子。看到玻璃窗外有小姑娘好奇看过来，
就算是在洗澡，离堆也会立马冲出来，带着满身水花给小朋友表演一个翻跟头。离堆不仅喜欢孩子，还爱跟漂亮姨互动。有次美女游客和堆堆躲猫猫逗她玩，无论漂亮姨侧身还是跑到另一边，显眼包离堆都会屁颠颠跟在对方身后。随后漂亮姨隔着玻璃轻抚堆堆，她也主动伸出毛拳头按在玻璃上，还不好意思的晃晃身子，一整个就是被美色诱惑的痴汉。当亲妈粉从外地过来看望离堆时，她仿佛知道对方千里迢迢来看望自己不容易。离堆竟主动上前亲吻对方表示感谢，无论路途有多劳累，但相信这一刻都值了。不过有时姨姨们也会跟堆堆开玩笑说她脚臭，离堆听后内心充满怀疑，便用手摸摸脚放鼻子下无语死，天天说我脚臭脚臭，我脚哪有这么臭？真有点，真有点臭啊！随后注重形象的离堆立马跑去浴池洗脚脚，只见堆堆人模人样坐在蓝色大船上，小脚丫不断拍打水面，感觉不过瘾的堆堆还撩起一大盆水，一整个就是喜欢玩水的小朋友。而除了跟游客互动外，离堆还特别喜欢整活，并且破坏能力和钢牙铁嘴萌兰不相上下。堆堆有一个三太子同款太空舱玩具，但为了防止萌兰搬到墙角当成越狱工具，奶爸则贴心的用大铁链牢牢锁住了。而离堆的太空舱就比较炸裂了，奶爸奶妈怕他搞破坏，直接用水泥焊地上了。难不成离堆也会和萌兰一样偷偷越狱？然而看到离堆在外场疯狂霍霍小树，才明白奶爸奶妈的做法有多明智。小树原本郁郁葱葱的树枝，结果10来分钟的功夫就被堆堆拆成了光杆小蛮腰。饲养员看到后发出尖锐的报鸣声。然而当外场所有的树都被堆堆破坏后，园方立马给他安排上全网独一份的铁树，果真是熊高1尺，道高1丈。如此粘人又活力满满的小熊，大家爱了吗？原来熊猫界也有自己的显眼包。作为旅俄大熊猫如意司机的亲弟，灵岩不仅会整活，还长了800个心眼子。这天原本想摸鱼摆烂他，突然看到有领导来视察，有眼力见的灵岩专门跑到大领导跟前，来了段狂野男熊蹦迪，这架势感觉比平日里营业还卖力。领导看到后直接笑得合不拢嘴。不得不说，灵岩日常的练习终于派上用场。Lady Go！ 哎呦我的妈！据说这小子已经晋升为严馆长了。长隆酷酷兄弟的同款小火车，大领导也准备给灵岩安排上。此外，显眼包灵岩还开启了带货副业，时不时就推着小车到处售卖零食、啤酒、饮料、矿泉水香烟、红糖、烤馅前面舒服呀！并且这小子内心还住了个灵魂歌手，就是这破锣嗓子唱歌像拖拉机起。拖拉机准备启动了。同样热衷于表演的还有大熊猫雅一，作为广州动物园唯一指定靓女，人送外号熊猫界环环，一曲空中惊鸿舞迷死一群大胖子。陈小看不见你沉醉了美，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用实力证明，就算是胖子也可以很厉害。而靓女不仅跳得了空中舞，还翻得了筋斗。这天雅一直接给姨们表演了个10连鼓，听到一声声惊呼，靓女内心得意洋洋，小样被我迷住了吧。随后雅一干脆开始举办大型粉丝见面会，只见她特意走到最边缘才开始打招呼，主打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动物园对此表示，我们拒绝动物表演，但无法拒绝动物硬要表演。而看了舞王后备选手胖大海的舞姿后，很难不让人怀疑他偷偷看过椰树直播。Havana, ooh, na, 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oh, na, na.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相比之下，二狗的显眼包行为都和干饭有关。曾经因吃竹子塞牙被广大网友笑到现在，后来为了吃独食，他直接长了800个心眼子。这天艾九前脚刚进入隔壁的房间，后脚二狗就猫猫碎碎躲在门后，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有暗杀任务在身。看到奶爸来送下午茶，二狗想吃独食的念头再也压不住。他装作不经意间偷偷关上了隔壁的门。不得不说，在吃的方面，二狗简直聪明绝顶。此外，混世小魔王福宝也是个显眼包。众所周知，福猪猪最爱吃的就是竹子自助餐。这天，他当着爷爷的面，直接掰断了4米高的冲天大竹笋。江爷爷非常震惊，直呼自己要报警。心虚的福宝根本不敢和江爷爷对视。
无奈江爷爷只能拿来锯子替大孙女善后，毕竟自己惯的大孙女哭着也要宠到底。网友还知道熊猫界的哪些显眼包呢？看到奶爸精深照顾刚生产完的熊猫绣球，才明白国内从不缺好的饲养员。这是大熊猫绣球第一次生产，没经验的他紧张到不知所措。在母爱的驱使下，绣球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小生命搂进怀里。宝宝出生1个星期后，绣球还是没有掌握抱孩子的正确姿势，经常手脚并用，导致他和宝宝都不舒服，并且绣球时刻都在警惕地望着四周，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立刻蜷缩成一团，牢牢抱紧怀里的宝宝。自认为安全的时候，他就会不停舔舐清理崽崽。在此期间，绣球全身心都投入到照顾宝宝上面，整整1个星期没有吃任何东西。看着日渐憔悴的绣球，王奶爸十分心疼，他不顾危险，决定亲自到笼子里投喂它。只见他先是温柔地招呼绣球坐好，然后仔细给双手消毒干净，才打开门。秀球走哈，来，走哈，走哈嘛，来，走成嘛，走哈啊，对，走哈。随后端了一碗蜂蜜水给绣球补充体力，看着他大口大口喝着奶爸，心疼地摸了摸他的头。趁着绣球喝水的空隙，他小心翼翼地伸手探查幼崽的情况。好在小家伙一切都很正常，哭声也是活力满满。王奶爸这才安心地退出房间。等到奶爸离开后，绣球又开始处于警惕状态，即便已经困到打哈欠，他还是强打精神照顾怀里的宝宝。王奶爸担心绣球不吃饭身体会垮掉，于是每天都会精心给他挑选最嫩的竹子，然后亲自给绣球送去，哄着他吃点。哎，吃不吃？吃点。吃点啊。但绣球一直低着头，面对美味的竹子仍旧没有胃口。无奈之下，奶爸只好每天给他补充水分，每次都会心疼地摸摸绣球的脑袋。就这样，在王奶爸日复一日的精心照顾下，2周后，绣球终于肯吃东西了。只见他一手抱娃，一手大快朵颐的干饭，2个米奇朵朵开心的一抖一抖的。而细心的王奶爸为了让绣球吃竹子更方便，同时不会误伤到怀里的幼崽，每根竹竿他都用工具仔细裁成细条，然后才拿去给绣球吃。我给绣球加一点竹粉，这样也方便它采食。它现在抱着小崽，一只手吃竹子方便点，二是为了安全一点。如果长一点的撕咬的时候，可能会把那个幼崽划伤啊。在王奶爸和绣球的细心照料下，熊猫崽崽也明显长大了很多。只希望所有的大熊猫都能得到善待，快乐长大。当林岩遇到雪是种什么画风？河南第一深情依旧是那个显眼包。最近的一场大雪让国宝们颜值飙升，大熊猫纷纷化身糯米团子。麦麦解锁新技能，学会兔子翩翩公子萌兰也成了熊中霍建华。只有胖妍依旧秉持着发疯是常态的原则。这小子一天玩800遍滑滑梯，不仅能纵享丝滑趴着滑，还能换个姿势扭头倒着滑下去，甚至还解锁仰头滑雪的新技能。林岩就连预备姿势也是花样百出，哪家正经熊在比赛前还要凹个造型？不过如此前凸后翘的身材，放在整个熊猫界都是炸裂的存在。不满足的林岩还玩出新高度，竟叼着玩具一起纵享丝滑，估计游泳运动员都没他整个花活多。将滑梯玩得出神入化的林岩，如今还学会了避开障碍物。只见他正在享受着滑梯的快乐，却不巧看到被石头挡住了去路。机智的胖妍用一个急转弯完美避雷，这位显眼宝偶尔还走起耍帅的路子。只见林岩迈着优雅的步伐，看起来十分局促和奇怪，像极了第一次穿上高跟鞋的女孩。本以为胖妍会浅装一下，哪曾想她下一秒就现出原形，就连摔倒都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网友看到后都纷纷忍不住笑话，不仅嘲笑林岩是雪中500，还建议他做好搞笑的分内之事。然而这小子主打的就是一个听劝，没多久就放弃不适合自己的耍帅，竟然搞起来夜店小王子那套。只见林岩正在跟随着音乐蹦迪，嘴里叼着的竹子也成了他的道具。胖妍或许是察觉到树上的雪会干扰到自己的整活表演，于是便拿起树枝捅雪。小熊精竟然如此人里人气，胖妍真不愧是熊猫界的整活大师。玩开心的林岩还要和小伙伴分享快乐，他还趴在玻璃窗户上疯狂张望，试图引起隔壁邻居的注意。这是要和麦哥一起整顿雪地吗？要知道其他大熊猫遇到雪天会在雪地里滚成白白的糯米团子，而林岩却是截然相反的画风，他在雪的对比下更显得黑黝黝。这一定是平时挖煤采矿的功劳。不仅毛色的差异被两脚兽笑话，他甚至还直接滚出了表情包，如此熊熊碎碎的样子直接把人笑不活了。并且这小子可是一点闲不下来，没一会又去上房揭瓦。只可惜正当林岩准备拆房顶的时候，结果却被奶爸给当场抓包，还把他吓得抱着木桩躲起来。尽情撒欢的林岩解锁不少整活新姿势，只能说这场大雪让他彻底放飞了自我。看到花花刚睡醒就紧紧抱住荷叶，才发现姐弟俩的关系有多亲密无间。只见睡眼朦胧的花榜鸡摇晃着身子来到弟弟身边贴贴取暖，
此时的小叶子还在熟睡，花花担心自己打扰到对方，还乖乖地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会，但克制不住爱意的她还是一把抱住弟弟。被姐姐熊抱的荷叶像极了大号抱枕，姐弟俩都把对方放在心尖尖上，霸王花能和弟弟亲密贴贴，而荷叶也没有抗拒姐姐沉重的大头，真想把时间停留在这一刻。虽然花花是个战五渣，但在关键时刻却是弟弟的保护伞。这天梁小芝又在外场玩耍，小叶子正趴在木架上看姐姐玩桶飞，因为看得太过入迷，竟然一不小心在木架上摔倒。花花看到后赶忙搂住对方的腰，还用大头顶着荷叶帮他慢慢爬下来，生怕护在手心里的弟弟会受伤。在花花眼中，弟弟就是最亲密的小熊，所以他会趁着弟弟熟睡之时，出其不意的亲荷叶一口。小家伙或许是察觉到害羞，看到弟弟被自己弄醒后，竟一溜烟走熊。高冷花如此黏熊真的是难得一见，要知道平日里都是荷叶主动，这小子动不动就和姐姐爱得贴贴，不是坐花花身上大口吃竹子，就是抱着她清理毛毛，就连女明星在小角落如厕也要抱，甚至还跟着电视剧学起来霸道总裁。只见宝宝花正坐在地上发呆，却忽然被弟弟袭击，小叶子直接捧着姐姐的脸蛋猛亲一口，他还会充当姐姐的靠背。这天姐弟俩正同步吃竹子，年弟熊花花却坐在弟弟的脚上，小叶子察觉到后没有丝毫的抗拒，反而将姐姐抱得更紧了，怪不得有小朋友将她误以为熊猫妈咪。荷叶也很喜欢黏着姐姐，就连吃个竹子姐弟俩也要贴贴，仿佛花花不在身边没有胃口似的。只可惜这小子对自己的体重一无所知，当小叶子坐在花宝鸡身边后，竟然一屁股将姐姐给挤飞了。看到花花可爱呆萌的脸蛋后，荷叶总是忍不住爱的抚摸，如此宠溺的氛围像极了待宰难熊。要知道荷叶的战斗力很强，可是能和二狗过2招的难熊，但他和花花打的闹闹是非但没有用力，这位大暖熊还任凭姐姐欺负自己。花花荷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如此温柔的姐弟俩才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眼前这只把研究员抱在怀里玩的，就是秦岭小霸王胡子的弟弟小三。小家伙和哥哥有着截然相反的性格，胡子霸气侧漏一掌能拍扁金钱豹，小三则是从小喜欢向两脚兽撒娇，因为活泼开朗的粘人性格，他还和潘教授团队里的王大军博士成为朋友。一次王博士去山上跑步的时候，刚好偶遇许久未见的小三，小家伙一眼认出对方，立马粘上来，还紧紧抱着王博士不愿让他离开。王博士见状直接抱起来小家伙，爱撒娇的小三在对方身上不断攀爬，看起来想要跟着老朋友一起离开。看到一人一熊如此亲密无间的阵幕，很多网友们纷纷发出好奇，为何野外熊猫也会和人类相处的这么好？那是因为小三是被人类看大的熊猫幼崽，他的妈妈娇娇把潘教授团队当成了月嫂。要知道熊猫妈妈母性很强，娇娇却能毫无顾忌地将小三托付出去，自己则跑出去吃饭和散心，所以说明他们和潘教授的团队关系亲密。不过娇娇对人类一开始还没有信任，当初娇娇怀孕生胡子的那段时间，就让潘教授愁白了头。他们本想取出幼崽观察情况，却不料娇娇不肯放出孩子，而娇娇对人类的信任是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逐渐累积的。潘教授为保护这片山林不被砍伐，让熊猫们能拥有充足的食物，他不惜去世界银行借款美金几百万，也要稳定住附近的伐木工人，这才保护下野外熊猫所在的山林。或许是感受到两脚兽对熊猫的善意，娇娇终于对潘教授团队放下了戒备。当初他出去找新居的那段时间，还将刚出生的小三拜托给研究人员，就算娇娇出门2天2夜也不用担心。当娇娇出门觅食的时候，小三也会乖乖待树上等着妈妈，只要研究人员一声呼喊，他就会立马下来和两脚兽玩耍。每当天色渐晚，潘教授等人离开时，小家伙甚至还对此恋恋不舍，说什么也不肯回到树上独自一宿。于是研究人员只好扯开他的熊掌，趁机开溜。也正是因为潘教授和团队的付出，才保护了大熊猫的栖息地，娇娇和他的孩子们才会敢和人类亲近。大熊猫灵岩到底是什么宝藏小熊？竟主动和小朋友一起吃零食。只见孩子们吃着零食，把水杯放在玻璃杯，而聪明的大胖岩也有样学样，把胡萝卜放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根慢慢吃。这一画面像极了幼儿园小朋友聚餐。不过有时调皮的灵岩会跟孩子们显摆新玩具。只见胖岩抱着小黄鸭使劲蹭啊蹭，玻璃窗外的小女孩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下来。显眼包大胖岩还故意把小黄鸭举在头顶卖萌，仿佛在说我有鸭鸭你没有吧，略略略。不得不说灵岩是懂得如何杀人诛心的。而当胖岩看到有小朋友站得笔直也有模学样，并且为了高人一等，他还特地拿板凳垫脚脚。谁料下一秒灵岩就结结实实摔了个熊仰蹬翻，这操作直接把窗外的小朋友吓得后退一步。只能说大胖岩不愧是熊猫界第一显眼包。事实上灵岩对小孩子和漂亮姨都非常温柔，看到美女游客，胖岩立马丢下最爱的大竹子，扭头傻笑着抬手跟漂亮姨打招呼，一整个就是被美色诱惑的痴汉。据说有次灵岩为了吸引美女游客的注意，推着小绿板凳绕着玻璃窗来回打转，大喊美女姐姐看我看我。
然而当胖妍爬上凳子想跟漂亮姨击掌时，一个重心不稳直接摔了下去，逗得游客哈哈大笑。四只丢熊的灵岩头都快和地面合二为一了。不过胖妍也因独特个熊魅力获得一辆坦克车，这下显眼包灵岩每天愈发起劲的推车整。至于这小子为何动作如此熟练，恐怕是跟奶爸学的。只不过大胖妍推起车来，屁股一扭一扭，妖娆多了。然而当隔壁麦麦获得一辆粉色迈巴赫后，被猛男粉戳中心巴的胖妍顿时觉得坦克车不香了，可为了面子只能边嘴硬自己不在乎，边嫉妒的看着奶爸。看着胖妍可怜兮兮的模样，便让两熊交换着玩。而灵妍得到骚粉迈巴赫后，一整个牛气哄哄，无论玩玩具还是吃东西，都要把车推到身边。甚至有次灵妍面向美女一卖力整活时，竟直接推着骚粉迈巴赫哐哐猛撞玻璃，吓得奶爸赶紧出来检查，然后无情收走了车，只能说 no 做 no die why you try。但或许是念在灵妍为出发，且这几日表现较为良好，奶爸为表安慰，便给大胖妍准备了新玩具，一个骚粉色的板凳。不知灵妍拿到新玩具后又会整出什么花活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你知道虫洞的66大顺熊猫组合吗？她们是同父同母的姐妹花，奈何当时虫洞想要男熊都想疯了，便把姐妹6个从小当男孩子养大。长公主大顺也叫友友，脾气暴躁不好惹，发起火来连饲养员都要跪下给她磕一个。目前不婚不育，任性上下班，日子别提有多潇洒了。二顺则是网红熊猫于可于爱的老母亲，当年基地虫洞和加拿大三方共同开展了繁育计划，虫洞送出男熊二顺，基地送出女熊季丽，准备送去加拿大出差。可谁料上飞机前一体检，竟得知她是个女娃。但由于加拿大方面点名道姓要二顺，气得基地骂骂咧咧，匆忙把季丽换成大毛。然而两熊却是近亲不能繁育生崽子，于是加拿大只能同帮家族男熊奈介入，最终生下双胞胎兄妹加盼盼和加月月。直到7年后，二顺才从加拿大回到虫。此时的他已经13岁了。次年二顺去基地相亲时，竟一眼相中和自家闺女同龄的小鲜肉蔓越莓。更炸裂的是，她比婆婆姚曼还大2岁，但两熊却抛却世俗，一举生下双胞胎于可于爱。可爱兄妹凭借古灵精怪的性格，成为虫洞头牌网红，并且两小只废妈妈的视频也在网上广为流传。三顺又叫芒仔，听这名字就知道虫洞有多想要男熊。或许是因为从小被当成男熊养，芒仔还是虫洞唯一一只越狱成功的大熊猫，可惜败在贪吃，被奶爸的一根大竹笋引诱了回去。而四顺好奇的恋爱经历剧本都写不出来，从小性格活泼的他一直有个女侠梦，看到梁月和于宝打架，恨不能越过高墙去阻止。有次听到姐姐芒仔去中心相亲，被一只叫香格的男熊揍了耳朵，也缺了块毛。好奇女侠当即表示一定会给姐姐报仇雪恨。等她到中心相亲时，二话不说逮住男熊一顿胖揍，谁料竟揍错了熊，对方还是性格温柔的绅士熊如林。但也正是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俘获了好奇的芳心。两熊顺利本交，最终生下奇珍奇宝。五顺又名丁丁，但并非旅鹅大熊猫丁丁。其出圈名场面莫过于学两脚兽爬楼梯，要不是有围栏，恐怕丁丁都能走得出虫洞。六顺则是大家熟知的虫洞舞蹈家梁月，也是唯一一只被猜对性别的大熊猫。虽然梁月已经7岁，但仍和侄女于贝住在一起，天天贴在一起吃竹子，还只爱吃贝贝盐雪。有这么多红到发紫的大熊猫，恐怕虫洞院长都笑得合不拢嘴了吧。韭菜花叶时期的花花有多幸福，说是团宠一点也不为过。润月和花花的缘分可谓是天注定，还是个奶团子时，他就时刻想贴着花宝鸡。之后花花被交给润月的亲妈陈圆润抚养，从此命运的齿轮便开始转动。菜花园里，润月和花花像亲姐妹一样闹着玩，两个小家伙都喜欢竹萝，便互相争抢起来。润月力气比较大，直接一屁股坐了进去，但或许是想到花花从小就离开妈妈，最后他还是把竹萝让给了花宝鸡玩。明明自己还是个小宝宝，就知道守护妹妹了。当润月和花花分开再重逢的第一天，害怕分离的他一直守护在睡着的花宝鸡身旁，即便谭爷爷不断呼喊润月要给他加餐，一向喜欢干饭的二狗却只是看了几眼不为所动，随后默默趴在花花身上陪伴他。当花宝鸡抱着竹子怎么咬也咬不断时，润月看到后立马坐到身边教花花如何破竹，随后把咬开的竹子再还给花宝鸡，自己则旁边又捡了一根陪他一起吃。有时花花因为一直爬不上树，便朝润月撒气，左摇右晃都快把表姐的皮衣扯破了，但润月不仅不生气，还配合着躺下，一整个就是把花花当亲妹妹来揉。此外，瓜迪迪和叶也时刻守护在姐姐身旁。当花花头朝下，身子被树干卡住时，叶子听到声音赶忙跑过去帮姐姐解围。然而他刚想让花花踩着自己下来，却不小心脚滑摔了个大跟头，但叶子顾不上身体的疼痛，赶忙爬起来，继续俯下身子给花花当肉垫。叶子的暖心帮助让花宝鸡最终安稳回到地面，并且因为花宝鸡性格温顺，行动比较缓慢，为了保护姐姐不被其他小熊欺负，小叶子曾多次标记花花，把她纳入自己领地内。或许是血脉情深，花花也非常依赖弟弟，
生病不舒服时，他会把头钻进叶子怀里贴贴，同时还抬起头看着弟弟轻拍他的小肚腩。而往日调皮的叶子也低下头和姐姐贴贴，并温柔地伸出小手轻抚花花的头，仿佛在说：“姐姐安心睡吧，我陪着你。”在这一刻，叶子化身勇敢的骑士，牢牢守护着花花。此外，韭菜花叶中大姐大的艾灸也很疼爱花花。看到花宝鸡正无聊地坐在门口啃树枝玩时，艾灸立马制止，并坐在花花身边搂着她。被转移注意力的花宝鸡开始闹腾，他紧紧抱着艾灸的手，还时不时咬上几口。而艾灸就静静坐在原地，任由花花胡闹。这有爱的一幕，像极了你在闹我在笑。相信这些温暖的回忆会伴随韭菜花叶每一天。4小只都要在爱里幸福快乐长大。大熊猫灵年竟也学会了装学卖惨。嘿嘿，我装的。很难不让人怀疑胖妍半夜和秦韵通了电话，不然这装瘸技术为何会如此娴熟？要是再放个破铁盆，恐怕就更逼真了。而灵年不仅演技高超，还是个武林高手，一招腾空跃起加引体向上，震惊众人，浑身腱子肉丝毫不输远在俄罗斯的亲哥鲁伊，就连做仰卧起坐都比两脚兽标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哎呦我的妈！估计胖妍是想练出8块腹肌，然后夺得1年1度健身达熊的冠军。此外，灵年还精通各种江湖绝技，势必要让所有游客一张票看回本。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有万种的委屈付之一笑。我一下地。明明是一只荷尔蒙爆棚的雄性大熊猫，胖妍却爱极了各种骚粉色玩具。这天，粉丝一为灵年麦麦两熊送来丰茸，一个是粉色小飞象，一个是黄色小天性。了解大胖妍喜好的猫粉纷纷呼吁把粉色的拿给灵年，但也有部分扎心猫粉表示粉色给麦麦，让灵年趴在玻璃窗边望眼欲穿。难怪山上没笋的原来是被网友夺完了。不过最后大胖妍还是拿到了粉色小飞象，但由于屁股太大坐不上去，只能抱着玩。可即便这样，胖妍还是爱惨了粉色小飞象，甚至睡觉时也要拖到木架上陪自己。然而同样是抱着大象玩具睡觉，萌妹和搞笑男的画风属实差距太大。此外，灵妍还像萌大一样热衷交朋友。这天，胖妍毫不顾忌的在镜头前嘘嘘。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说胖妍爱干净的话，她却往泳池里嘘嘘；但如果说灵妍不爱干净的话，她却又知道敲起后腿防止溅头。对此，有网友解释，胖妍在进行一整套流水线工程。众所周知，灵妍每个玩具都浸泡过水，不论是坦克车玩具球还是新到手的彩虹圈，通通都被胖妍一顿脑推到了浴室中。原以为灵妍是嫌弃奶爸消毒不干净，谁料竟是用对嘘嘘的水标记。不得不说，灵妍是懂如何废物利用，或许是经常推玩具整活，加上各种蹦迪，大胖妍竟减肥成功，和肥肉说拜拜了。当他坐在太空舱上打算甩人整活时，一个失误不仅盆丢了自己，也从洞口漏了下去。一套丝滑的小连招，不知迷晕多少猫粉的心。如此帅气又搞笑的大胖妍，网友们爱了吗？眼前这个大佬坐姿的熊猫就是喜淘淘，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是有故事的男熊。喜淘淘出生于2006年，而和他一同出生的还有微笑公主思佳。作为美女熊喜妹和熊界吴彦祖玲玲的炫技之子，喜淘淘从小就颜值爆表，可爱程度百分。其中一张卧槽照片还被拿来充当丫丫美香小时候。事实上，喜淘淘不仅颜值极高，还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熊猫。2008年5月，汶川突发大地震，当时喜淘淘所在的基地遭到重创，不满2岁的他感受到外界地动山摇，于是喜淘淘冷静地带领着弟弟妹妹们从兽舍一路逃到没有地震的野外。期间，喜淘淘肩负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都说带走容易，但带回来就不简单。而喜淘淘在确定没有余震后，又把弟弟妹妹们安安全全带回基地找饲养者。可以说这小子挽救了许多小熊的生命，但因基地受损严重，熊猫们被紧急送往各地动物园。其中喜淘淘被送到了北京动物园，并在2008年奥运会上成为8大迎宾熊猫之一。在借展期间，喜淘淘因护士1v7而出名，无论哪个小伙伴来一个锤一个。之后喜淘淘又去往浙江台州打了几年工，后在2014年返回四川老家。2019年正式出差内蒙古，成了草原小王子。喜淘淘直接入乡随俗，模仿当地人骑大马，然而下一秒直接从木马上掉了下来。喜淘淘为掩饰尴尬，又来个帅气的侧身上马，结果再次当众摔了个四仰八叉。自觉丢熊的他迅速起身跑路，还踹了脚木马。不得不说，他是懂得有仇当场就报。除了骑大马，喜淘淘的一字马也是炉火纯青。只见他出来后直奔台阶，然后坐下，一字马稳稳当当，毫不费力。果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熊猫。平日闲来没事的时候，喜淘淘喜欢找隔壁大美熊美心聊天，两小只感情非常好，经常背对背吃竹子。美心还曾在喜淘淘的怂恿下3秒拆掉了躺椅上的遮阳伞。奶妈看到后顿时发出尖锐的报名声。有时喜淘淘隔着围栏看到美心正在泡澡，她本想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精湛的骑马技术，谁料刚找到感觉马头就被自己拔了下来，气得喜淘淘直接对着兔子玩具又踹又咬发型。
如此聪明又搞笑的大熊猫，大家爱了吗？盘点那些熊猫体内是人的证据，原来小猫也有刻在骨子里的钙毒。这天，于爱喝完美味的盆盆醉奶的她在地上躺平，看起来潇洒极了。不知是不是想起了奶妈说的，睡觉不盖肚脐也会拉肚子。等到下次睡觉时，艾姐紧急制作了一床被子。只见她双手齐上阵，左压压右按按，盖到身上不合适又继续调整，一波神操作下来，最后成功盖到肚子上。看到这一幕，真怀疑于爱毛皮外套下藏了个人。而大熊猫杰邦真的不是两脚兽假扮的，只见他双手放在膝盖，还把腰板挺得笔直，像极了晨练坐公园长椅上休息的老大爷。真想给杰邦大爷递上一壶茶。游客们一眼看过去，不知道还以为来到了老年大学，甚至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杰邦背后的拉链都开了。此外，乔伊坐椅子简直就是人类柚子。小家伙乖乖地坐在上面，像极了幼儿园等爸爸妈妈接回家的小孩，翘起二郎腿的样子更是毫无违和感。甚至小家伙还十分自然地转身着坐。仙女虽然小小年纪，但已经初显大佬的慵懒气质。乔伊竟然和人类如此相似，咱就是说熊皮之下真的没有两脚兽吗？而共共作为全网最会撸串的熊猫，看着娴熟的手法像极了在路边吃烧烤喝啤酒的年轻人，并且他不仅掌握了撸串的窍门，还知道一头吃不到换另一边吃，行云流水的动作比不少两脚兽都要熟练。不过大熊猫会撸串还不算什么，天线宝宝奇艺会直立起身走路那才炸裂。只见小家伙被奶妈牵着用两条腿走路，踉踉跄跄的样子，感觉腿刚认识似的。这一幕像极了被父母教孩子学走路，而三太子萌兰像人类的证据就更明显了。这位可是熊猫体育界的冉冉升起的星星，当初差点越狱成功逃之夭夭，只可惜被两脚兽告状后才不了了之。后来为了完成越狱大业，萌兰又开始疯狂健身，每天早起做几十个仰卧起坐，连续起身的样子未免有些太像人了。萌哒哒大太子同样也不逊色，尤其拿毛巾擦脸的动作像极了樊振东。这天萌大在自己的浴盆里洗完澡后，反手拿过一条毛巾有模有样的擦拭，甚至连脑袋和胡须也都通通照顾到。只能说大熊猫的18般天赋数不胜数，振生妹子却主打一个修仙，她经常盘膝而坐在树上打坐冥想，甚至还练起瑜伽做平板支撑。对此振生表示，做熊最重要的就是心平气和，而这些如此像人类的大熊猫，让他们待在动物园属实有些屈才，不拿个博士学位证书都说不过去。网友们还知道熊猫的哪些行为像人呢？